大家好，我是野生 AI 产品。最近看了一部综艺节目《再见爱人5》第6集一出来，头巾事变直接让梁松被骂上了热搜。然后第7集呢，也是一片骂声，连观察室嘉宾也是批评声一片。我看下来却觉得完全没有讲到重点，直接说我的观点，我为梁松代言。头巾事件上他并没有做错。那我们闲话少说，直接来看现场发生了什么。要不你的头巾给我，你用这个啊，你用我的帽子挡一下，不然我没有东西挡。不给。为什么？这是我自己的造型，可是我没有这个，我没有办法挡灰尘，我也不可能手拿着。回来都有回，反正回去都得擦。哎，我的天！你挡也只能挡一半，我帮你挡，这样。可是明明你这个给我，我就会方便点。坚决不给。这一段视频让梁松被人诟病，无数人质疑他一个头巾还没有老婆重要吗？下头赶紧离婚。说实话，单看这一段确实挺过分的，和大多数人的常识预期都是违背的。但真实情况是，梁松真的不肯借头巾吗？那么这一段视频又是什么呢？你看我脸上是不是都是灰？你把你这借我呗。去游玩地的时候，何美妍找梁松要头巾，很明显的，梁松的这个动作是愿意把头巾给到何美妍，结果何美妍打断。你等一下，你犹豫啥？你不想摘是不是？那别摘，不想摘别摘。你犹豫了，那我就不要了，不让梁松给，并且很明显的有埋怨的语气。注意啊，这里即使何美妍有了第一次埋怨的语气阻止的行为，梁松是仍然有第二次通过手部动作想去解头巾的行为，只是何美妍仍然阻止了他的手部动作，并且说不要了。看到这里真是梦回上一集麦琳对李行亮的行为，张泉灵当时说的话含金量还在上升。表达爱的是屁屁，别人表达爱的是屁屁，你打4段试试。那我都不止4段。首先我们要知道，头巾对梁松是很重要。梁松是一个很看重造型的人，这点观察室的嘉宾、观众都知道。张春是丢过一个帖子，梁松的造型的一个集锦啊什么的，那你是觉得是帅的是吗？我不是觉得帅，我是立刻留意到了他有非常多的造型。对，他是歌手，职业上就对造型有要求，并且他自己对造型也很在意，就和很多女生在意美甲、发型一样。我很注重我的整体的 style， 这一点我是确实看出来的。sorry， 你们可能不能理解。在何美妍向他借头巾，要求把头巾给自己时，其实是在向他要求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就是出门倒垃圾我都会搭一下衣服再下楼扔垃圾的那种人，I can't。同一个事物在不同人的眼中的价值是不一样的，这不是何美妍理解的，是要求梁松随手递一杯水拿下行李箱的行为。梁松面对这样的请求，他的反应是愣了一下，衡量比较了后，觉得还是老婆何美妍的要求更重要。梁松都已经决定牺牲自己的利益，付出给到何美妍，何美妍没有意识到，或者觉得在他的价值观中就认为这个时候就应该梁松付出，给予的反馈是指责、埋怨他牺牲的太慢，付出的动作竟然还犹豫。这个时候梁松肯定感觉到委屈，有怨气，所以才在后采中说了这样的话。他的需求，他想打下灰，我自私了，是的，我承认，但我也有需求啊。我的需求是我的造型要保持完整。我着急，很幼稚是吧？是的，我有时候就是这样子。我做错了，我认，好吧？但是这个是因为我也有需求的前提下。这种情况下，这种反馈，梁松何必还要再牺牲？所以第二次何美妍找梁松借时，梁松很直接的表明了态度，我不给。要不你的头巾给我，你用这个啊，你用我的帽子挡一下，不然我没有东西挡。不给。和第一次犹豫了一会儿仍然借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反馈。他其实是在通过这个行为表达在之前何美妍的指责中他受到了伤害，有了委屈。他通过这一个行为想表达的潜台词是，我的需求就不是需求吗？我做的牺牲退让你就看不到吗？我的行为不值得被奖励吗？但我也有需求啊。我的需求是我的造型要保持完整。我着急。很幼稚是吧？是的，我有时候就是这样。在第一次梁松愿意借出头巾的时候，何美妍的做法简直是上一季麦琳的翻版。我只是觉得他总是做不到我想要他做的。有没有可能你也没有做到他想要的反馈？他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大声的夸奖，你做的太棒了，我知道你很看重头巾和造型的搭配，还愿意给我，我感受到被你深深的爱着，我也爱你。然后过一阵把头巾再还给梁松，说算了，我就被风沙吹一会儿吧，用这一个换回我家那个风华绝代的 T 恤，这样给到梁松的情绪才是正向，他能感受到自己的付出被认可，而不是有一种被责怪的委屈。谢谢你的用心，谢谢你。哎，牺牲的慢的都是罪恶，这难道会让伴侣更乐意、更情愿牺牲自己？下次
此更屁颠屁颠的赶过来牺牲自己呢？一旦梁松有了这种委屈的情绪，其实就需要哄。何美妍如果在那个时候察觉到梁松有这种委屈不满的情绪，做哄一下的行为，那这个事情就解决了。说起来，这种哄的要求在弹幕和社会习俗中很明显能看到，默认的是只有男生需要去包容女生的小脾气、小作。可嘛，我生什么气？我没生气，我过来哄着你好吗？很少出现要求女生去包容男性的情绪，仿佛男生是一种没有情绪的生物。你觉得这种看法对吗？另外啊，在这里其实梁松和何美妍都应该意识到人是自私的，要充分的明白人都是自私的。这种自私从单细胞生物在第一刹那感知世界的时候就注定，因为我们观看世界都是以自己为中心去观察的，在每个人眼中自己都是世界的中心，是周边环境的中心，是周边的焦点。你其实谈的都是自己的工作，对自己的爱人、自己的家庭、自己的事业。那么从自己的角度去观察世界，怎么可能做到不自私呢？不要要求伴侣无私到只考虑我，在100次自己和伴侣利益衡量中30次选择了伴侣，这就已经是很无私的表现。不要求全责备的要求对方每次都牺牲自己，那是对圣人的要求。请把伴侣当人看，他也有自己的需求，他也是自私的。不要自私到要求别人不自私。甚至我说一句很绕口的话，就是当我们在要求别人不自私的时候，这个要求的本质其实也是自私的。另外，不要有这些付出都是对方应该做，这是对方的义务。男生就该哄女生啊，女生就该在家相夫教子啊，男生就该付彩礼啊，女生就该生娃啊。怀有这种这是对方该做的义务的想法，那就很难幸福。合适的两性观念是充分意识到这些付出都是对方爱的表达，它是需要感激的，而不是理所应当的享受。当伴侣的每一次微小的付出牺牲个人利益的时候，都应该心怀感激，表达感谢，夸奖对方，给对方正反馈，这样才能持久享受到被爱的感觉。你们自己开窗吗？是的，辛苦你了。多好，是的，辛苦你了。另外啊，在何美妍和梁松的争执中，还有一个很多小伙伴转不过弯的点，那就是我还没有头巾重要吗？他就会觉得你造型是有多重要，还重要多过我。这种句式经常出现在两性关系中。我还没有游戏重要吗？我还没有加班重要吗？我还没有这点钱重要吗？你为什么不买给我？我还没有你妈重要吗？为什么不先从河里救我？这种句式啊，常常会让伴侣哑口无言，因为对比的双方这么的不均等，一个是伴侣，一个是不那么重要的事情。但这句话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误区，观察室的嘉宾其实看得很清楚，只是节目中没有做很详细的呈现。在美妍造句的时候说你的造型比我更重要，对，这是不可能的，是比我实际当时要防范那个风沙的实际需求更重要。这里这两个需求的比较不是头巾和人的比较，是何美妍戴头巾防风沙的需求和梁松对造型需求的比较。我的实际需求，你这个造型需求是两个需求相比，对不对？是游戏中一局推水晶的快乐和伴侣一次小情绪的比较，是给伴侣一次陪伴和一次加班工作完成带来事业上变化的比较，不是一个事件和是否放弃爱情的比较。一次情绪波动不足以上升到爱情的生死存亡，一天陪伴的缺少也不足以抹杀全年剩余364天的相处。做这种上纲上线的比较，背后其实有一个潜台词，有一个很可怕的逻辑，那就是感情中你一次错误都不能犯。美妍是我其实蛮为他悲哀去同情的，他是有一点自我价值的危机，而且孤注一掷的投在他身上，他只要一点做错，他就处在存在论意义上的危机当中。因为你犯的这一次错误就会被上升到这种高度，认为它足以摧毁爱情，而这种一次错误都不能犯的要求才是摧毁爱情的杀手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我是野生 AI 产品，一个工作在 AI 最前沿、爱琢磨、爱思考的产品经理。